日本选手称中国功夫都是花拳绣腿，摊开双臂一脸贱笑挑衅韩飞龙，惨被舍身踢爆头教训。峨眉传奇75公斤级超级战中，太极弟子韩飞龙迎战日本招仓礼树。对大多数人而言，太极拳一直是一门中国的传统武学，谭结太极。或许您会想到青城公园里的白衣大爷，或许是武当传人的影视记录，可偏偏就有这样一位选手，靠着太极杀入了职业的擂台之中，他便是韩飞龙。长按点赞支持一下韩飞龙，让我们看看他在擂台上是如何教训日本人的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四川卫视峨眉传奇。比赛铃声敲响之后，小日子选手显得十分的狂妄，似乎并没有把韩飞龙放在眼里。一个轻飘飘的扫踢，被韩飞龙接腿踢了一个踉跄，结果这家伙还满脸的笑意，这对于韩飞龙来说是莫大的轻视。韩飞龙也暗下决心，一定要给小日子点颜色瞧一瞧。太极名家王占军的亲传弟，韩飞龙突然一个下劈腿，也是吓得小日子赶紧后撤，不愧是韩飞龙啊！现代自由搏击的这个战术里面，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韩飞龙用了一个舍身踢，非常漂亮的一个舍身踢，直接 KO 对手。我们看这场比赛面对日本选手朝仓丰树是什么样的表现？怪不得韩飞龙穿着这样一个长裤，对，很有特色的这么一种中国传统的这个太极拳这个风格哈。双方上来之后呢，我们看这个朝仓丰树啊，小日子一个扫踢试探，韩飞龙轻易就化解了，紧接着又是一个下劈腿，打得日本选手猝不及防。而此时的日本选手十分嚣张，竟然张开双臂一脸贱笑挑衅韩飞龙，似乎觉得韩飞龙的进攻并不咋样。但是刚才一个转身后蹬，然后一个下劈，最后那个朝仓丰树达到了空张，打了一个迎击。对，这套动作呢，这个韩飞龙做得非常。小日子突然一个高扫踢进攻，韩飞龙很轻松就避开了，日本式选手也是摔了个狗吃屎，这可把大家整不会了。一个失去重心，用力过猛，失去重心，滑倒了。看朝仓丰树，正蹬。日本选手一个顶膝想要进攻，结果又被韩飞龙一拳干翻。然后正蹬刚好赶上这个韩飞龙往前冲的这么一个态势，就是加上你单个支撑腿不稳，然后属于是起正蹬的时候被韩飞龙给冲倒。是的。而且今天韩飞龙呢也是充当着我们蜀汉五虎大。当比赛进入回合尾声，日本选手试图正蹬，又被韩飞龙摔倒了。此时的小日子还是一脸的贱笑，看上去十分的欠揍啊！之前近身之后一个贴身的一个抱摔，是的，还是打出了这个赵子龙的气势。刚刚在倒地的时候可能碰到了这个朝仓丰树的这个裆部，所以才跟裁判示意啊。好，接下来的比赛当中，韩飞龙组合拳下劈腿平出，打得日本人狼狈不堪。下劈这个动作是来源于哪一种？跆拳道，一开始是跆拳道里的技法，下面直接因为在自由搏击这个比赛当中，比赛结束的时候，一个霸气的舍身踢也是非常的漂亮，咱们一起来看看精彩回放。所以防守起来，除非后撤，如果你可能用手臂屈臂防守挡的话，也会你脑门可能也会受到攻击。是的。还是这么说，还是很好用的，在这个自由搏击的规则当中，是吧？看慢放，这韩飞龙又是再次使出了自己的舍身踢。舍身踢这个来源于空手道，来源于空手道。它的这个动作的前半部分是类似于做前滚翻、前空翻的这么一个动作，但是在整个两只脚翻过去之后啊，会打开一只脚放开往前展。做一个一条腿向下砸的这么一个动作，就是在对手不好判断这种动作。比赛来到第二个回合，两人一上来就是激烈的拼拳，似乎都想 KO 对手。比赛直接进入白热化状态。动作质量，无论是他的防守方式，还是他的出动作的这个路线以及速度力量来看，而且还有包括观赏性。对，这个韩飞龙的动作非常漂亮。日本人一连串的扫踢，结果被韩飞龙抓住机会将其摔倒。裆没有起来，没有完全发出力量。这个时候韩飞龙一个后手的迎击，直接击中，但是同时手抄到了他的起来这条腿，然后做了一个摔的一个动作。
起身的日本选手也是既吃不记打，还想要顶膝进攻，结果又一次被韩飞龙摔倒。这是发生了什么？刚才是招商风从台上看招商风这个膝盖啊起的有一些过于靠近韩飞龙的裆部，所以裁判值得要注意一点。裁判提示不要继续站。连续2次被摔倒的小日子还不长记性，还想使出扫踢攻击，又一次被韩飞龙摔倒在地。好，韩飞龙后扫。这个刚才是招商风出的一个后手直拳，韩飞龙想抓住一个机会，趁他打拳发力之前呢，自己的整个重心压在前腿上。韩飞龙也开始扫踢攻击，日本选手则是现学现卖，结果韩飞龙早防着他呢，日本人拿韩飞龙根本没有办法。韩飞龙的正蹬落空，然后招商风出。韩飞龙一个前摆拳，小日子连后撤成功躲过，有点迟疑了。紧接着他又想要顶膝进攻，再次被韩飞龙抓到机会放倒了。这都数不清是小日子第几次被放倒了。做出一些攻击。我们看韩飞龙的这个身上肌肉的线条哈，包括肩部的三角肌。韩飞龙成功躲开小日子一个大摆拳，并且立马跟上一个超人拳，紧随而上的又是一个下劈腿，一套动作行云流水，让人看完赏心悦目。但是那个下劈腿是有弧度的。对，斜下劈下来的。这就是招商风出的一个后腿的扫踢之后，被韩飞龙接住之后来一个接腿摔。既然接腿摔不得分，为什么韩飞龙要耗费时间做一下这样的？这是他破坏对手进攻节奏的一种方式。出腿我就让你倒地，出腿让你倒地，虽然不计分，但是你倒地之后，整个身体就要调整自己，你的节奏就会被打破。咱们再来看看精彩回放吧。有危险性的对手有危险性的打击，虽然在第一局快结束的时候，韩飞龙做了一个舍身踢，但是呢，并没有击中。比赛来到第3回合后，两人一上来就是激烈的对拼，组合拳加顶膝的进攻，双方打的也是互有来往。抱了一下，韩飞龙连续的组合拳，但是落空。是的，哇哦，现在这个非常精彩。招商风出的一个直接跳起来的一个膝盖的攻击，但是被韩飞龙摔倒了。韩飞龙一个转身后蹬，直接把日本选手踢得鸡飞蛋打，疼得他直接跪倒在地，捂着裆部哀嚎不止，差一点就成为了太监。虽然这招很爽，但是比赛中还是不允许使用这一招的。角度来看，应该是直奔这个招商风的大腿的。对对对。后脚跟直接抛到这个大腿的话，应该对手的伤害，对对手伤害应该很大。看一下回放。没有。这个对，没有大入这个镜头里，好，没有切进去。好，表示比赛可以继续。我们成都的观众还是非常有素质的，为这个日本选手响起了掌声。比赛继续进行。双方呢之前的比赛呢动作都非常。随着比赛的深入，韩飞龙直接将小日子堵在了绳脚，组合拳不断朝着对手倾泻，日本人赶紧搂抱拖延时间。招商风术抱住了，韩飞龙又是一个舍身踢，小日子根本想不到韩飞龙如此大胆，只能呆愣愣的硬扛了这一脚。刚刚洪荒选手那个是超人拳吗？这个日本选手一个飞起来的一个飞膝啊，非常危险。但是韩飞龙比赛进行到回合中段，韩飞龙又是一个转身鞭拳命中对手，小日子也是照猫画虎，也使出了一个转身鞭拳，结果也是显而易见，韩飞龙躲过的瞬间还还了对手一拳，
直接将小日子给击倒了。低头，稍微低头躲过去。小日子起身之后，韩飞龙不想放过大好的机会，组合拳狂轰滥炸。小日子见状，再次使出搂抱神功，并且朝着韩飞龙跪了下来，似乎是在祈求韩飞龙下手轻一点。观众也此起彼伏的响起一阵阵掌声。这是一场非常有意思的比赛。我们的日本韩飞龙也是送了对手一套组合拳，想要早点将对手送下台，这样他就不用一直挨揍了。真是一位古道热肠的好选手啊！韩飞龙步步紧逼是吧？对。日本选手这架势啊，有点打野架那种感觉。最后10秒。再次左身踢，再次亮了一个绝招，但是没有成功。好，比赛结束了。最终3回合比赛打完，韩飞龙毫无悬念的赢得了比赛，狠狠的教训了嚣张的小日子选手。那么大家对于传统功夫实战怎么看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